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将与加德满都告别，要去到一个距离200多公里的另外一座城市兰比尼。200多公里的距离呢，在道路系统发展还不算完整的尼泊尔里面呢，最方便的交通模式呢，莫过于就是搭飞机了。这里的飞机系统呢，有一点就像在搭公车一样，除了每天有无数班的班机来往之外呢，机场的随性呢，就跟在搭公车一样。那误点呢，绝对是这边常常发生的。200多公里的距离呢，对于飞机而言呢，其实不过是30分钟左右的事情而已。但是误点所需要耽误的时间呢，就比这个直飞时间还要长上不少哦。那在未来呢，我的旅程呢，将持续的被这个尼泊尔的飞机搞到越来越佛系。不过呢，这边呢就先跟大家不分享太多了。那这座城市兰比尼呢，对于许多人而言呢，都是非常陌生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好奇，我怎么会选择来到这座城市呢？事实上，整趟尼泊尔的旅程呢，其实我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这里了。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会想要飞越3400公里，从台北来到兰比尼？各种的转机，到底究竟是为什么呢？有在追踪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呢，一定其实多少都会注意到，在过去数十集的影片里面呢，吉米每到每一个城市或国家里面，总是会花不少时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很多的古迹，尤其是宗教上的建筑，常会花上不少的篇幅。在过去的影片里面呢，其实尤其关于寺庙和神庙的影片呢，基本上是多到数不胜数。那这其实呢，就跟我个人的一个梦想有关吧。那就是呢，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透过双眼双脚来实际丈量跟认识这个世界，而这包含着它的过去以及它的现在，当然还有它的未来。在我明确的这个个人志向时呢，我就不断的思考，要用什么样子比较好的方式呢，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并且呢是有主轴的方向呢来去执行，来架构这个庞大的世界里。那每次的旅行里面，其实我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准备一些功课，包含是会花数个小时去细读这个国家的历史，然后来让我对于这个国家的民途风情呢，可以有更好的认识。但是如果单纯的去读这些国别史的话嘛呢，其实都容易显得片段。于是呢，我就想到可以用宗教的方式来串联这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故事。我发现宗教它不仅是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文化，它同时也因为政治立场的转变以及更迭呢，可能会跟当地的一些风俗交融出一些特色，并且呢，它又能够是一条主轴，能够去贯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故事。因此呢，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那就是透过宗教来连接每个国家的故事。那出生在台湾的我呢，对于要了解世界主要宗教之中呢，最熟悉不过的当然就是佛教啦。因此呢，从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开始反着走这个佛教传播的道路，从台湾出发，走过了日本、韩国、中国、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辽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等的，一直到了这次呢，我们来到了尼泊尔，我即将呢就要来到了佛教旅程之中的重中之重——兰比尼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那相信听到这边的朋友呢，如果你对于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呢很有兴趣的话嘛呢，一定也很能理解我现在踏上这座城市的一个兴奋感吧。当然啦，佛教之旅呢还有很多地方尚未完成，我也还没有到真的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踏入到每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很多旅程呢，其实有些时候发生的比较早，我也到时候还没有机会记录下来跟各位分享。不过呢，目前我做到的呢，希望可以把我经历到的这些旅行片段好好连接在一起。那过程中呢，我相信大家也有注意到，就是我的影片呢，有时候也会穿插一些印度教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宗教溯源之美的地方吧，就是呢，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地方、很多世界跟故事和文化跟宗教，它们彼此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且相互具有衍生啊，或者是承载的关系。好啦，不过呢，这边呢先不跟大家不废话了，就让我们先用镜头来和各位分享一下眼前的这片佛教圣地吧。兰比尼这座城市的核心区域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兰比尼文化园区。这个园区的最南端呢，就是最核心的宗教圣地，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佛祖的诞生地。现在呢，我们称之为摩耶夫人庙。那一路往北呢，紧接着会是人教河道，然后呢，两旁呢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经典佛教建筑，例如呢缅甸的大金塔，还有神寺少林寺建筑的中华寺，以及泰国近来的白庙，当然还有很多日式风格的佛寺等等的。
基本上呢，兰比尼呢这个文化园区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佛教联合国，花上一整天租一台车，或是骑脚踏车，又或是在这边漫步呢，都可以让我们一口气的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有特色的佛教建筑。那许多的寺庙非常的大，甚至还有提供挂单啊、相关的课程啊、打坐啊、内观之类的。不过呢，现在就先让我们把注意力先集中在这个城市的重中之重——摩耶夫人庙吧。相传呢，摩耶夫人也就是迦楼罗卫国的王后，她呢在梦中呢遇到了一个纯白色的神像，口中衔着一朵莲花从天而降，轻轻地进入到了她的身体里。醒来之后呢，摩耶夫人果然就发现她自己怀孕了。智者呢纷纷解读这个梦，预言呢摩耶夫人将会诞下一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神者。时光流转呢，摩耶夫人的肚子也就渐渐隆起了。那按照惯例呢，摩耶夫人她必须要回娘家来备孕。就在她踏上前往娘家的途中呢，就经过了现在这个地方。这时呢，她忽然感到了肚子的阵痛，那她右手轻抚着树枝，然后呢，吉祥而庄重的就以站姿的方式呢，诞下了太子悉达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佛。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说法，说释迦呢其实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边的腋下所诞生的。不过，总之呢，传说中呢，这个刚降生的太子呢，便走了7步，每一步呢，都会绽放出了一朵金莲，并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今这棵圣树，这棵梭罗树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呢，现在被这个白色建筑物所包覆的呢，便是当时的出生地。里面呢，仍保留了部分古建筑的断垣残壁。而白色建筑外的水池呢，相传就是悉达多出生沐浴的地方。那每年呢，都有无数的香客来到此朝圣。那有随处可见的僧侣还有旅客呢，都会在这边打坐。说来真的蛮神奇的，明明有这么多的游客往来，但是呢，心却格外的容易平静下来。在这里呢，时间都仿佛慢了下来。而且呢，即便是大晴天呢，户外温度超过35度以上，随着微风的吹拂，真的一点都不感觉到热。那我也跟这边的旅人呢和僧侣一样，就找了一个树荫，然后来这边席地而坐，打坐、静默及冥想。可惜啊，我没有办法突然间就像佛祖一样可以顿悟。但是在兰比尼的这几天里面呢，心真的是格外的平静。如果比较具象的形容一点的话嘛，就像是你会永远都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然后充满能量的平静去看待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说，如果大家其实也希望寻找到一处心灵的平静呢，不妨如果你有假期的话嘛，真的也可以来这边冥想哦。对了，摩耶夫人庙的门票呢是可以分买单次的，当然呢也可以买多日票。那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你来兰比尼几天就买几天的这个多日票。一来呢是因为票价会更划算，因为呢买多日票基本上呢就跟你来买2次的摩耶夫人的单日票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呢，其实都会看到非常多人在这边打坐冥想。那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呢比较平静下来。那我想这大概就是金城武的那个广告里面所说的吧，世界越快，行者慢。好啦，那摩耶夫人庙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要跟大家介绍，那就是阿育王石柱。历史课本里面呢都有这么的一段吧，那就是来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呢，大力弘法，派经师四处传教，使得当时的佛教呢几乎传破了整个亚洲。那眼前的这根石柱呢，其实就是阿育王弘扬佛法的一个最好的佐证哦。阿育王他皈依佛门之后呢，就四处探寻佛陀过去的一些遗迹，包含了建立石柱啊、佛塔，然后到处宣扬弘法。那如今的这个阿育王石柱呢，便是当时所遗留下来的哦。只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呢，风化，然后如今的石柱已经不如当时那样华美了，上面大部分的文字呢也已经被抚平了。不过我相信各位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同样的兴奋吧，就是经过各种的转，然后我们来到了4家宗教之一佛教的发源地。如今呢，我们的生活中常常看见到的佛像、寺庙，甚至生活习惯中关于佛教的一些踪迹，一切呢都是皆源于此处哦。这一刻，我们从探索过去，连接现在，一路到想要延伸未来，仿佛这个时间的线呢，就这么揉成了一个点，而我们就站立在这个点上。
归旅行的正题。最后呢，当太阳落下呢，各位其实还能够在这个地方点一些祈福灯，然后呢，也让我们的一天呢，随着这个夜幕的降临结束吧。那下一集呢，我们将带大家前去兰比尼的各个其他的角落，这里有更多关于佛陀、关于悉达多太子的故事。如果你也想要了解这个深深烙印在华人社会、影响非常深的释迦牟尼佛，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影片喽。那如果说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未来非常多有趣的旅游冒险影片，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就在吉米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